第3095次癌细胞高效灭杀实验开始。热性癌细胞已进入活跃状态。C62超级靶向药注入成功开启精确基因组编辑。TCR 工程化 T 细胞顺利生成 ，T 细胞开始针对癌细胞的清除治理。10年努力，成败在此一举。一旦试验成功，那也就意味着人类将彻底战胜癌症。成功了，癌细胞被彻底清除了。副教授，您彻底攻克了癌症。超级靶向药注入不到半个小时，癌细胞已全面死亡，这真的是医学史上的奇迹。全世界每年将近有500万人罹患癌症，您的研究将会让这些患者荣获新生。有这样的成就，您将会成为这个世纪医学领域最闪耀的人物。妈，您在天之灵听得到吗？我成功了！可惜是成功来晚了一步，如果早来50年，癌症是不可能把你从我身边带走的。妈！穿越回50年前了。这个时候，我妈还活着，我还有时间，我能救她。我能让治疗癌症的特效药提前50年问世。妈！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在学校里面被人欺负了吗？让我看看。你怎么还哭了？是吗？我就是想你了，有点激动。2个月后，您被查出乙腺癌晚期，住院化疗6个月后与世长辞。我成了没有妈妈的孩子。上一世我无能为力，但这一世我会让你健康平安，长命百岁。没事，那吃饭吧啊！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鱼香肉丝，刚虽然是最关键的时期，吃点好的补充营养。来，别哭了，这就笑话了啊！成功了 ！C62型超级靶向药提前了50年诞生，这才是真正的癌症科学。妈，今天是高考的日子，也是您上一世生命中最后一天。上一次我选择了高考，没能看到您最后一秒。这一世绝对不会再重蹈覆辙。翠兰，真的不通知小程的，这很可能是最后一面了。今天是他高考的日子，不要因为我耽误他的前途。可孩子，我怕他抱憾终身啊！卫国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小程他是我们顾家的希望，我已经打电话给陈老师，他答应我替维护组小程准时参加高考。陈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当然是送你去考场了。以你的才华，在这次高考中一定可以大杀四方。而且遴审这一次的高考理科状元非你莫属。陈老师，我已经决定放弃高考，去医院救我。你疯了？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你这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。陈老师，
我明年再考依然能拿理科状元，但失去我妈，我也很终生完了。小常，站住！你知不知道你母亲对你寄予了多大的厚望？她宁愿牺牲自己，也不愿意耽误你的前程。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？陈老师，高考错过，我明年可以继续再考，但我妈，我只有一个。妈，小常，你在这干什么？这个时间你不是应该在高考的考场上面吗？当然是来救我妈。那高考呢？高考怎么办？我已经放弃考试了，考试哪有我妈重要？胡说八道！高考这种事情，岂能当儿戏？你现在马上滚回考场去！哦，别伤心。想让我不要生气，你就赶紧消失。胰腺癌晚期已经没救了，你不要在我这里浪费时间。妈，我这次来就是因为我已经研制出了可以治愈癌症的特效药，有我在，您就绝对不会死的。什么？特效药？这根本不可能嘛！癌症是世纪绝症，整个医学界都束手无策。你一个高中生，怎么可能解决这种世纪难题呀？儿子，癌症晚期就是神仙来了，也救不了。爸妈，这是我研制出的超级靶向药，它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定向杀死所有的癌细胞。儿子，你可是高考状元的苗子，要是因为我耽误了你的前程，我就是死是不会瞑目的。妈，你不用要，我绝不走。你这孩子，你在干什么？谁让你给病人私自用药的？你到底给病人注射了什么东西？赶紧说实话，现在说你还来得及。是 C62型超级靶向药，它可以在17分钟之内快速的消灭我妈身体里面所有的癌细胞。放屁！10几分钟彻底清除癌细胞？你在做梦吗？天底下根本就没有这种灵丹妙药。以前是没有，但现在有了，全程都是我自主研发的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有医学知识，还自主研发，你也配提这4个字？我知道你是一片孝心，想要救你的母亲，但是你这种愚蠢的行为完全是害了她。病人的身体情况已经很糟糕了，你胡乱注射药物只会导致身体更加衰竭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已经不想再跟你废话了，病人已经进入昏迷状态，一刻都耽误不了。请你立刻离开，不要耽误我们的工作。护士，准备抢救。是。完全没有抢救的必要。C62型超级靶向药在进入人体之后，会迅速锁定胰腺位置的癌细胞，对其进行基因组编辑，改写原癌基因，强化逆癌基因，从而在根本上杀灭所有的癌细胞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人体会进入一种自我保护机制，所以会导致一段时间的沉眠。请你不要影响我们工作。你所谓的超级靶向药就是个笑话，根本不可能成为治疗胰腺癌的特效药。不仅仅是针对胰腺癌，而是针对这世界上所有的癌细胞。任何癌细胞都绝不可能在 C62型超级靶向药的攻击下存活。相信我。我相信你。你今年几岁？现在18岁。你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不要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。你知道拥有癌症特效药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人类终于可以摆脱癌症的困扰，意味着人类终于可以像战胜天花病毒那样战胜癌症。这将是人类医学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如果真的能有人研制出治疗癌症的特效药，那千万患者将会重获新生，人均寿命将会上涨，也将会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步啊！而且世界上所有的顶级医科院校都会将发明者伸出橄榄枝，柳叶刀、自然、生物这些顶尖科研杂志都将用头版头条报道这一成果。还有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也会发来贺电，并且颁发诺贝尔奖。到那个时候，就不是他以诺贝尔奖为荣，而是诺贝尔奖以
以他为荣。那现在这个伟大的发明就已经摆在你面前了。我看他是有臆想症吧？闭嘴！你也配？1个世纪以来，多少医学家呕心沥血、前赴后继，都没有找到战胜癌症的方法。你一个小屁孩，何德何能去胜过那些无数的医学巨匠？C62型超级，你根本就不明白医学研究到底有多么艰难。不是你在这里凭空想象、大放厥词，请你立刻离开，不要影响我的工作。如果出了任何问题，你要负全责。老婆，刘医生，病人他醒了。什么？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啊！妈，居然真的苏醒了？难道那药？不对，根本不可能！哎呀，罗女士，你有没有感觉不舒服的地方？我非但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，而且我觉得这是我住院以来第一次这么舒坦。哎呀，就好像我的癌症真的被治愈了，还真有用啊！儿子，你到底是什么药啊？爸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这是 C62型超级靶向药，是专门用来治愈癌症的，是所有癌细胞的克星。行了，妈，你呢先缓一缓，一会儿呢我就带你去办出院证明。好，妈听你的，胡闹！病人的病情还不明朗，怎么能随便出院？ C62型超级你闭嘴靶向药，！你能不能不要再提那个愚蠢的名字了？能够快速清除癌细胞的药物根本不存在。事实胜于雄辩，我妈的身体不会骗人吧？这证明不了什么。既然你对医学有所了解，我相信你应该知道，有一种特殊情况，叫做回光返照。什么？那这么说，那我老病可能会恶化呀？爸，你别担心，我是主治医生，我必须对病人的生命负责，立刻对病人进行全面检测。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检查报告。不用服啊，我自己就行了。做个全面的检查也好，能让大家都安心些。希望病人的身体还在可控范围之内，否则你要负全部责任。等检查报告出来，你就会知道，我刚才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。真不知道你这种愚蠢的自信从哪来的。医学很严谨，可不是你一厢情愿就能创造奇迹的。15常刘翠兰有个儿子，非说自己研发出了什么抗癌神药，能在短时间之内彻底清除癌细胞，注射进了患者的体内。这嘴不是胡闹，我让你别打儿戏。病人呢？病人现在什么情况？已经进行了全面检查，希望以下还来得及。主任，刘翠兰的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，检查结果怎么样？病人的各项生理指标还稳定吗？您先自己看报告吧，病人的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这怎么可能？护士，病人情况不容乐观吧？很好，所有指标全部回归正常，体内自然失调大幅度下降，甚至一向来有痊愈的迹象了。原有的肿瘤已经彻底消失了，简直是医学奇迹！这位和姚医生抢回了一条人命啊！确定没有拿错报告？我已经检查过很多次了，绝对没有任何问题。C62型超级靶向药在进入人体之后，会迅速锁定胰腺位置的癌细胞，对其进行基因组编辑。这根本不可能！一个高中生怎么可能研制出这种抗癌神药？护士，既然已经这样了，你还是带大家去见证一下这个医学奇迹吧。除非是我们亲眼所见，否则很难让人相信。你们跟我来。喂，院长，您先别开会了，赶紧来307病房，出大事了！来吧，多吃点。大夫，你们怎么那么着急？是崔兰的检查结果不太好吗？不，家属啊，您别误会，病人，
现在啊，应该说不是病人了。我们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有女士人您的胰腺癌已经彻底消除了。那这么说，我妻子的病好了？对，千真万确。顾正先生，你所提供的462型超级靶向药呢，对我们的治疗啊有着非常大的帮助，超出了我们的想象，这简直就是抗癌神药啊！够了，这件事情还尚未有定论。这个药如果真的有如此神奇的效果，那将足以颠覆整个医学界。我已经通知了林院长，林院长是大夏医学院的院士，分量重如泰山，只有他才有资格下定论。什么事情10万火急？刘明月，我和林院长正在研讨一桩非常棘手的肿瘤手术，全被你给打断了。今天你要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我跟你没完。吴副院长，您先别着急，今天这件事可比1000台肿瘤手术都要重要，这很有可能会彻底结束癌症的研究，并成为医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。是啊，我们都是来见证历史的。彻底结束癌症研究，你还真敢张嘴？罔顾客观事实，毫无可取精神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顾城，还是你亲自来说吧。林院长，是这样的，我研制出了一款 C62型超级靶向药，它可以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全面有效地杀灭癌细胞，并适用于全部癌症。纯属胡说八道！不同癌症涉及到不同的器官，牵扯到不同的生理指标，千变万化，极其复杂。迄今为止，人类没有研究透彻任何一种癌症。想要研究出针对所有癌症的特效药，绝对不可能。虽然不同癌症的表征不同，但本质都是一样的。健康的细胞发生癌变，原有的机制出现异常，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，所有的癌症都可以迎刃而解。看来你对癌症还是有几分了解的。不过医学研究不是你以为的那么简单的。小孩子胡闹也算了，你身为肿瘤科的主任，也这么糊涂，居然相信这种无稽之谈。院长，我提议把他们2个人赶出医院。这件事我会报给医务处，你就等着挨处分。院长，咱们回去继续开会。等等，刘明月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2位院长别着急，我一开始也以为顾城在痴人说梦，世界上根本没有针对癌症的特效药，但是事实摆在眼前，我很难不相信。什么事实？怎么，所谓的 C62型超级靶向药，难道还真有什么临床效果？不仅有，而且还很成功。真是死鸭子嘴硬。证据呢？拿来我看看。这个是我妈之前的检查报告，胰腺癌晚期，各项肿瘤指标居高不下。CT 显示胰腺位置出现恶性肿瘤，且尺寸竟然达到了53毫米，非常典型的胰腺癌晚期。现有的医疗手段已经无能为力了，这一阶段的病人生存时间不会超过3天。这个是在注射 C62超级靶向药之后对刘女士的全身检查报告。所有数据回归正常范围，胰腺平滑无高回声区，这完全就是一个正常人的检查报告。这就是你们要的证据。真的是同一个人的检查报告？我刚看到这份报告的时候，反应和2位一模一样，根本不相信。胰腺癌属于癌症之王，属于死亡率最高的癌症。胰腺癌和死亡通知书没有什么区别。这个消息足以震惊整个医学界。这种事情我们已经没有资格处理了，所以只能请林院长您出山。说句10万火急，不过分吧？叹为观止，医学奇迹啊！哎，你的这个462型超级靶向药到底是个什么原理？具体的生化反应非常复杂，3言2语讲不清楚的，但核心逻辑非常明确。强行入侵癌细胞，对其进行基因改写。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方法。对，所以我非常有信心 ，C26型超级靶向药不仅可以解决胰腺癌，更是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癌症。有了这款抗癌神药，人类确实是可以结束对癌症的研究了，后生可畏啊！小伙子，名动天下了。在尖端的科学领域，米国一直是领头羊，我们大夏一直在苦苦追赶。如果真的能研究出抗癌神药，我们大夏就能扬眉吐气，彻底改写现有的医学格局。我说，你们是不是高兴的太早？吴副院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抗癌神药问世，人类彻底战胜癌症，大夏医学登峰造极，这种事情难道不值得高兴吗？那得先确认，这种所谓的抗癌神药跟刘翠兰的愈合不是巧合才行。你们还真的以为
一个没有经受过专业医学教育的年轻人，能研发出癌症特效药？但是老郭，刘翠兰确实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呀。吴副院长，胰腺癌晚期还能痊愈，难道这还不算证据吗？当然不够。刘翠兰的情况只是个例。个例？吴副院长从医几十年，可曾见过这样的个例？哪怕只是个例，也值得我们进行临床医学研究啊！老郭说的确实是有道理。刘主任，以你对医学领域的了解，应该也知道新药上市是什么过程。当然知道。任何药物进行上市之前，都必须进行4期临床实验。所谓4期临床实验，指的是要招募病人进行试药，测试药物的有效性与不良反应，以及药物进入人体之后的整体吸收分布与新陈代谢。那你是否愿意配合医院开启462型超级靶向药的临床试验？顾城，不说话，是不敢答应吗？你是不是也知道，那所谓的462型超级靶向药根本不靠谱，一旦进入正规的临床试验，就会漏洞百出。462型超级靶向药是你独立研究的成果，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们也不会勉强你。我当然愿意。我研制 C62型超级靶向药是为了救我妈，也是为了救无数的癌症患者。我愿意看到人类寿命的整体提升，更愿意看到文明的伟大进步。只是什么？来，让我听听，我看你也会说出什么崇高的医学抱负。够了，顾城，如果你有什么顾虑，尽管跟我说，只要是我能解决的，一定全力以赴。顾城，如果你真的想证明自己，就拿出真东西。刚刚救我妈的那点 C62型超级靶向药，是我在家用了整整半年的时间萃取出来的，所以我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拿出足够的药物进行4期临床实验。掐你这句，我没听错吧？一个小作坊，那你这和那些做假药的有什么区别？无理！闭嘴！这个暂时解决。这是大夏医学院院士勋章。院士勋章代表大夏医学院的最高权威，持有此徽章者可以自由出入各大医疗机构，并且有权调动海量资源。所有医疗工作者必须听从安排。院长，你真的要为了他做到如此地步吗？院长，你这是不是有点太冲动了？怎么？你有意见？我一个副院长都没资格触碰大夏医院士勋章，他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家伙，他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就凭他让一个胰腺癌晚期患者恢复了健康，就凭他让我们看到了彻底战胜癌症的希望。如果你也可以的话，这个你也可以用。小伙子，来，拿着。多谢林院长鼎力支持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尽快开启462型超级靶向4期临床试验。请林院长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在尖端医学领域被美国压制的太久了，如果你可以成功的话，大夏必将扬眉吐气，成为全世界的焦点。彻底攻克癌症是个不折不扣的医学里程碑，我们大夏的医疗工作者也能挺直腰杆的。好，那我这就动身去林省肿瘤研究所。不行，小程，你不能去。翠兰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咱们小程这次啊，是为了大夏争光，你为什么不愿意他去啊？刘女士，您是什么顾虑？林女士，你不用担心，有任何要求都可以提出。林院长在这儿，会尽可能满足你。这孩子要是真造出了抗癌神药，能不能保送本科呀？刘律师，不用担心，如果真的能攻克癌症，诺贝尔奖我不收费。像顾城这样的医学天才啊，还上什么本科呀？刘女士的担心是人之常情。林院长，要不你给刘女士一个承诺吧？好，我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做一个保证。顾城，只要是你们462有效果，我会尽我的全力推荐你到大夏最好的医学院。刘女士，现在放心吧。您真是个大好人，我们家顾城能遇上您，真是他的福气。今天这次见面，不是顾城有福气，是我们有福气。你的462型超级靶向药真的有效，我们这一大帮的人啊，都能对顾城名留青史。刘主任，是要志愿者的招募就交给你，只要顾城那边一完事，立刻开始。院长放心，一切交给我。我太期待这场见证历史的时刻了。
疯了，真的疯了！院长，哎呀，来，您喝杯水消消气。谁惹您生这么大的气了？简直不可理喻！这到底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如果我告诉你，一个高中生独立研发了癌症特效药，你会相信？这不可能吧？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肯定有问题吗？但是宁乔那个老东西不知道哪个筋打错了，居然他就信了。林院长居然能相信这种鬼话！他不仅信了，他还把他的院士勋章给了那个高中生，让他随意调动资源进行研究。这也太荒唐了。不过，这对于您来说，可是一个机会。啊？李院长他真是老糊涂，这院士勋章啊，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他怎么能随便给一个高中生呢？这万一事情闹大了，他就算是地位再高，也兜不住。你的意思是？哎呀，他们不是要进行临床试验吗？我到时候啊，就进行全程直播。这若是实验失败了，这林院长不就也要面死地？这样一来，林院长就得引咎辞职，而我就顺理成章晋升为正台院长。哎呀，宝贝儿，你还真是我的福星啊！院长，你升职了之后，可千万不要忘了人家。放心，亏待不了你。宁乔、柳明月、顾城，我要让你们几个吃不了兜着走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100支全新的 C62型超级靶向药已向医护人员发放完毕。100名试药志愿者已经就位。志愿者的总体情况怎么样？所有患者均为癌症晚期，涉及到肺癌、肝癌、胃癌、直肠癌等各种癌症，确保测试数据的全面性。另外，检验科全科全员待命，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对志愿者的身体全部筛查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请院长下达命令。顾长，C62的研发你是主导，这个临床试验的开启应该由你来下达。不合适吧？合适，太合适了。如果没有你，就没有 C62的事。顾长，既然院长都这么安排了，你就别推辞了，不要辜负院长对你的信任。C62型超级靶向药4期临床试验开始。院长，这一位呢，就是邻省电视台的记者啊，专程前来报道 C62的临床实验。您好，这是干啥？这么关键的节点，你把记者请过来，这不是影响实验的进程吗？这一次的临床试验代表着人类将会彻底战胜癌症，当然要现场直播。可是现在 C62的效果并没有得到论证，而且是否能够快速清除癌细胞，还没有人能知道。这么高人的指望，一点关注都没有。万一实验失败了，对于我们医院的声誉是巨大的打击，甚至整个大夏医学界都会被沦为笑柄。顾总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握？相信我。原来你们两个还知道害怕，完了！直播间热度空前，人数仅超过100，而且各大平台的热搜都和本次的临床试验有关。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在看着这场闹剧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林院长，你还是省省力气，与其对我发火，不如好好想想啊，接下来你该怎么应对铺天盖地的你。张开会。林院长，我代表大夏部服役，有几个问题想问。你想问什么？林院长，您作为肿瘤方面的专家，为什么会相信一个高中生能独立的研究出癌症特效药？您不觉得这很荒唐吗？还有，院士勋章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您为什么会暂借给一个高中生？您和这个高中生之间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？他是您的私生子？拒绝回答这种无耻的问题。您是不愿意回答，还是不敢回答？您和这个高中生之间是否存在着利益输送关系？您是否从这次的临床试验当中谋取了大量的非法收益呢？这里不会。副主，您如此激动，
难道是被我说中了吗？这次事件的背后，该不会真的隐藏了不可告人的内幕？林院长，请您正面回答我。这个高中生他能研制出治疗癌症的特效药，背后要是没有什么利益交换，谁信呢？一个堂堂的大夏院士，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去骗取研究经费，真是太可耻了！可耻，连院士勋章都借出去了，绝对有黑幕。爸爸，我原来没有特效药呀，我是不是会死啊？林院长，我来说吧。我是顾城，是 C62 型超级靶向药的发言者。顾城同学，你和林院长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？他为什么愿意把院士勋章给你呢？很简单，我是千里马，林院长是伯乐。我有技术，林院长有资源，我们两个人通力合作，只为拯救在癌症魔掌下苦苦挣扎的癌症患者。全球每年新发癌症病例超2000万，其中我大夏就占400万，也就是说，每年有400万的同胞在遭受癌症的折磨。林院长和顾城完全就是医者仁心啊！哼，谁都想攻克癌症，可这种世界性难题，可不是嘴巴一张就能圆满解决的。医学界针对癌症的研究已经持续100年，至今仍未得到希望。而你只是一个高中生，怎么可能做到？论对癌症的研究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。这个叫顾城的家伙真是太狂妄了！居然说没有人比他更懂癌症，真是笑话！傻逼！拿癌症来当噱头，真的是可耻！这个顾城到底在发什么疯？放弃高考，放弃大好前程，就为了去丢人现眼吗？小程他不会有事吧？哎呀，你别瞎操心了，我可对这孩子充满信心呢。他比咱们想象的要优秀的多。可是，哎呀，可是什么呀？你忘了你的胰腺癌是怎么好的吗？顾城，这是全球主题，你要对你说过的话。不需要你来提醒我，我也会对我说过的每一个字负责。既然今天是全球直播，那我就当着全世界人民的面再重申一遍：没有人比我更懂癌症。大言不惭的东西！针对癌症的研究，米国走在最前列，即使是在美国，也没有人敢说出这种话。米国的领先只是暂时的，大夏人才辈出，以后必定会赶上成为医学界更高的高峰。顾城，你干的好事！国外医学界已经针对你刚才的言论表达了极大的抗议，他们认为你这是对世界医学界极大的不尊重。你已经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，请你立刻道歉，抚平国外医学界的怒火。不仅要道歉，还得跪下道歉，让国外医学界看到足够的悔过程。对，跪下，跪下，道歉，跪下！我大夏男儿跪天跪地跪父母，就是不能跪洋人。对，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一样可以随便跪下的。国外医学界已发过联合声明，如果你不道歉，那他们就制裁我们。从今往后，离省所有的医护人员、所有的医学生都再也无法获得前往国外深造的机会。你知道这是多大的损失？是在断送临床医学界的未来，你是要背负千古骂名的。愚蠢，简直是太愚蠢了！大夏怎么会有顾城这种蠢货？他一个人出手就算了，居然还要连累整个邻省医学界！我操！这他妈顾城真不要脸啊！害人嘛！如果邻省医学界被封杀，谁啊？你干什么？来，放开我！你就是顾城的老师是吧？你看看你教出来个什么东西！过来，好好看看。一切责任我来承担。承担？你承担得起吗？就算是把你签到网，都不足以弥补邻省医学界的损失。他们国外医学界不是要封杀我们邻省吗？那我就要封杀他们国外医学界。放屁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说封杀二字？你一个普通高中生，有资格封杀别人？
所有有关 C62型超级靶向药以及癌症基因序列的所有研究，我绝不会和国外医学界进行任何交流。来来回回总是这么几个字。你那所谓的信用，狗屁不是！临床现在结束，100名志愿者报告出来了。100名志愿者报告已经出来了。顾城，结果就摆在这儿，我倒要看看，在铁一样的数据面前，你还能不能继续装下去？那你就睁大眼睛好好给我看看，检查报告自然会粉碎你一切可笑的质疑。C62型超级靶向药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。从今天起，全世界都会记住 C62这个种子。志愿者1号，肝癌晚期，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全身，预计存活时长不会超过30天。在 C62注射之后，癌细胞已经全部消失，恢复健康。啊，这不可能！真的是巧合，这肯定是巧合。志愿者2号，直肠癌晚期，肿瘤压迫肠道，并导致多种并发症。在 C62注射之后，恢复健康。10号恢复健康，35号恢复健康，100号恢复健康。所有志愿者全都被治愈。这怎么可能？癌症可是绝症啊！不仅全部治愈，而且100名志愿者没有出现任何不良。不良反应为零，太不可思议！什么叫零不良反应啊？国际通行的不良反应标准是10%，也就是说，只要它不良反应控制在10%以内就是合格。但是 C62居然做到了零副作用。像 C62这样零反应，是医学史上开天辟地的头一个。这也意味着 C62完美的处理了人体和癌细胞之间的冲突，是一款没有任何缺点的抗癌药。临床试验圆满通过。这样的药物简直就是艺术品，彻底结束了癌症。对，全天下的癌症患者都不用再遭受癌症之苦了。没想到居然成功了！你是出现了医学领域最伟大的人。奇迹！我操！顾城不是大象的耻辱，是大象的骄傲。宝贝，你的皮肤还有救了啊！顾城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。过来，我好好看你！全天下的癌症患者都不用再遭受癌症之苦了。我不是人！老师，您真是教出来一个无可替代的好学生啊！太好了！你真成功了！我们俩人都出息了，出息了！老李，喂，老李，对，是我们家孩子，你没看错。大姐，其实我们没做什么，都是孩子他自己争气。领导，您放心，我知道顾城有多重要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也一定将他招入北京大学。云层，最快速度。副省，今天过后，全世界都会记住你的名字。斯德哥尔摩以拥有诺贝尔为荣，而我们大夏国正因为拥有顾城而引以为傲。顾城，想不到你真的做到了，我向你道歉。这也得好好的感谢一下吴副院长。如果不是吴副院长请来了记者，顾城也不会这么快就名动天下。一切已经尘埃落定，是时候由副院长清算这笔账了。走。顾城，有关无理的处置方案由你来定。顾城顾老弟，我想问之前误会误会就是误会了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和我一般见识。明白了，那您这还是真会为自己开脱是吧？您叫记者来是误会，
开全程直播是误会，被国外的医学界摇旗呐喊，逼着我下跪也是误会。这个顾老弟，好了，你不要再说废话了。李院长，从此之后，大夏医学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明白了，所以你被开除了。另外，我会以大夏医学院院士的身份对你下达封杀令，从今以后不允许你参加任何的医学会议，也不允许你进入任何的医学机构。林强、顾城，你们别太过分了啊！我行医多年，在圈内也是有人脉的，我要联合业界同仁举报你们肆意妄为。看来你还是没有认清形势。那你觉得医学界的其他专家是会站在顾城这边，还是你那边？这还用说吗？只要脑子没问题的，都会支持顾城。您是帝京大学招生办的王主任。我代表帝京大学医学院所有教授，支持对无理的封杀令。顾城，这就是我们帝京大学的诚意。我真诚的希望你能加入帝京大学。慢着，不就是封杀无理这个败类吗？我们华清大学跟了。顾城，华清大学的大门为你敞开。你们华清大学来凑什么热闹？像顾城这样的天才，我们华清大学也要全力力争。那就送海城大学一个吧。海城大学支持封杀无理。顾城，海城大学欢迎你。天哪！帝京大学、华清大学、海城大学，这可是大夏最顶尖的医学院校啊！现在为了争抢顾城，都要打破脑袋了。顾城一个人顶得上整个大夏的优质生，这样的学生谁不想要啊？林院长，您说什么呢？我们可不是来招生的。能研发出 C62 这种抗癌神药，谁还有资格教导顾城呢？我们希望顾城做教授。教授？什么？可是顾城他才18岁啊！有志不在年高，像顾城这样的人才，值得破格录取。怎么样，顾城？考虑考虑我们华清大学，我们愿意每年拨1个亿的研究经费。我们海城大学愿意出5个亿。帝京大学直接以你为中心，组建一个全新的学院，你来当院长。顾城，你才18岁，应该还没有谈过恋爱吧？我们海城大学呀，可是出了名的美女多，资料都在我这儿，你看上哪个，我亲自给你当僚机。这种事你都能做出来，无耻！怎么，这是我们学校的优势？要不然你把你们帝京大学的校花也搬出来呀？他们学院。Don't say so much 啊，各位不要再争了，好吗？你们大夏呀，都是2流学校，像顾城这种顶尖的天才，只有米国的高级院校才能配得上。你说是吧？你是10年前邻省的高考状元徐成，不要叫我徐成好吗？我呢，现在有一个非常高贵的英文名字，你们可以叫我 Steven Hart。顾城，你要知道，科学 made in future，future made in Harvard。我呢，现在正式代表世界第1的哈佛医学院。下一次不要气。哈佛？没错。我们哈佛医学院呢，拥有世界1流的科研设备，也拥有着全世界素质最高的科研人员，在那里才是你的舞台。我看过你的资料，你是邻省人，农村的，家境贫寒，受到国家资助外出留学深造。你要说，你受了大夏的恩惠，学有所成后不回报大夏，反而留在米国效力，你觉得不羞耻？你不要拿这些屁话来压我。你要知道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。大夏这么落后，我难道是要在这个歪国里受苦死？那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我是不会离开大夏的，请回。顾城，你怎么这么迂腐？我们这一类搞学术研发的人，这辈子在追求着什么？不就是学术的突破吗？科学不分国界。科学是没有国界，但是科学家有祖国。说得好，这才是我大夏医学家应该有的教育。像你这种精致力强、
根本不明白这种精神。顾城，你要知道，现在的你是在拿自己的前途事业开玩笑。喂，你知不知道，米国在尖端医学方面领先了大夏整整10年？你知道10年是什么概念吗？米国的领先只是暂时的，我会改变这种时代，我会颠覆这种格局。就你们啊，你还是太天真了。你们不要以为在癌症方面你们取得了一些小小的建树，就觉得自己一定能成功。要知道，你们对米国的尖端医学根本一无所知。是你对我一无所知。我来自50年后，我不仅了解癌细胞，我更了解未来50年的医学发展走向。我会让那些技术提前出现，我会让人类医学进入前所未有的大繁荣时代。狂妄！顾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哈佛刚刚在阿尔兹海默症上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。这件事你知道吗？阿尔兹海默症，这可是比癌症更加棘手的病症了。哈佛人员居然有了新的进展。毕竟是世界第一的医学院，的确在时代前锋。不就是利用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对脑部代谢进行复活吗？你怎么可能知道？这种路子是行不通的，因为它在本质上是对脑部活力的透支。我过段时间会写篇论文来论证这件事情。好，那我们哈佛还在渐冻症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。通过注射大量的利鲁唑来刺激激活运动皮质上神经元，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。哈佛的这些研究都只是在原有的医学框架下进行简单的填充，新一轮的医学革命必将会在大夏开启，只是你这种数典忘祖的家伙没资格参与。顾城，我们地质大学愿意倾尽所有资源，支持你开启医学革命。我们华清大学拥有非常丰富的医学研究基础，我希望你还是能够考虑考虑我。区位优势还是最重要的。海城是大夏的金融中心，最适合开启医学革命，因为我们自己选择。华清大学有钱。好了，不要争了，上面已经有决议了。上头什么意思？大夏医学院全体院士集体决议，顾城国士无双，独立研发抗癌神药，壮我大夏神威。为充分发挥顾城才智，将以顾城为核心，抽调精英研究员，组建大夏尖端医学研究所。抽调精英，独立建设，这是真正的国士待遇。是啊，咱们真巧，那好像是小孩子过家家来了。确实啊，或许只有这样，才能发挥我们顾城的惊天才华。顾城，整个大夏内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可以挑选，就算是我，也是可以挑选的。林院长，麻烦您帮我挑选一批基因研究方面的人才。你下一步的计划是基因方面的研究。C62型超级靶向药的原理呢，其实就是改写癌细胞的基因序列，这个大有可能。我要用10年时间摸透人类基因链条，再用10年时间彻底打破人类基因，埋头铸剑20年。我要让大夏人人如龙。